新架一路，玉女穿梭，接上式单边。小度变双立圆，领手相合，合右胯，扣右脚脚尖，顺势左胯松沉，左手逆缠，右手顺缠，两手相合于身前中线。收右步，右手上穿逆缠螺旋外蓬，左手自然搭在右手小臂外侧。好，重心合于右腿，松右胯，左脚脚尖点地，右脚脚后跟螺旋，放松下沉，后坐按掌，双顺缠微右螺旋，提膝双正脚落地。两手下按掌，左手合于中线，右手合于右膝上方，领双手立圆相合，提右膝，螺旋当胯，蹬腿发力，前手推掌，后手打肘，跳步，插脚转身，螺旋外蓬。好，背面演示。小度立圆，领两手立圆，螺旋下沉相合，合右胯，扣右脚脚尖，收右步，穿掌螺旋逆缠外蓬，重心右腿，扣左脚脚尖，放松下沉，重心后坐，两手顺缠上螺旋，双正脚按掌下沉，领膝相合，蹬腿发力，跃步穿掌，放松下沉。还原后，右手合于右膝上方，左手合于左膝上方，身朝左斜前方。同学们，新架一路玉女穿梭和老架一路的玉女穿梭动作基本一致。那么在运化的过程前呢，我们需要去了解两个点。首先，玉女穿梭前面有一个比较难的动作，叫做双正脚，也就是我们在两手上蓬，两脚下落，下沉相合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衔接这个动作。当我们单边起手以后，两手相立圆，放松下合。在下合的过程当中，很多同学喜欢这个样子，身法左转，收右脚，让右手顺势向上蓬，向右摆掌转下落。这个动作呢，是有了竞技套路以后，才逐渐的把咱们传统的动作转化为画立圆的身法。因为这个动作在赛场上很拿分啊，让人看着螺旋舒展大方。但从咱们传统的角度来看，咱们的这个摆掌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是为了产生一个上旋穿掌，形成一个格挡的动作，然后顺势转身，螺旋下拍下按相合的一个身法。所以你想想，如果咱们的手过了中线，向左侧领一个非常大的立圆再摆过来，是不是就是为了美观而放弃了传统当中的一些螺旋和劲力相合的位置啊？所以第一个细节，当我们相合的过程当中，右脚一收，右脚虚步点地，点在左脚足弓内侧，右手的位置是合于中线的，左胯可以微松一下，带有一种引进落空的感觉。随后右手顺势上穿，沿中线上穿，转逆缠螺旋。咱们讲过，在身法动作的运化里面，必须要按照以身带手的要求。很多同学喜欢以手领身，手摆过来了，身子再转过来，是不是就只有稍接近了？所以我们到这儿穿上去以后，穿蓬到哪，掌根和自己额头齐平，能让整个手臂、小臂护住自己的面门和面颊，再螺旋。顺势在转换的过程当中，你看手臂一旋，带动螺旋的同时，你同样也能护住自己的右侧面颊，形成了一种类似于螺旋波蓬的动作不是格挡，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那么同时呢，我们有了这个波蓬格挡的感觉之后波蓬波挡的感觉之后，再放松后沉下按，你重心是不是在后腿上？好，注意看双正脚的技巧来了。咱们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跳跃起来以后，落地总是一响，出现不了两响。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之前在教大家金刚捣队的时候，正脚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教了两种方法，一个是松沉后坐下落正脚，
一个是螺旋下沉相合震脚。那么你想让在身体腾空的时候落地有震脚，那首先必须要有什么？小螺旋，手直接上捧，你光往上蹦，这个劲儿肯定不够。看到了没有？带有一种螺旋顺缠上升的感觉。所以我们借助一个向右的小螺旋，将左胯在跳跃的同时把左胯打开。看，哎，打开之后，左胯左脚，这个时候虽然演示过程当中脚没离地，但左胯是不是开了，对吧？左胯开了之后，看哈，从左向右螺旋上升，把胯打开，再从右向左螺旋下沉，螺旋上升利用当胯的螺旋上捧，然后下沉的过程当中再利用当胯的螺旋相合，是不是就形成了刚才举的例子，类似于震脚一样的下沉螺旋合胯震脚？你看右转，左胯打开，左转下沉，左胯相合带动左脚。所以其实咱要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在腾空的一瞬间，在你左脚落地之前，让胯去找脚，时间长了才能找到这个习惯和这个肌肉记忆，你得多去练。还有一些同学呢说，老师，那你既然说后坐下沉也可以形成震脚，那我直接后坐行不行？行，但是你得需要很高的身体的灵活，就是你起跳以后，在左脚没落地的时候，提前把屁股坐下去，往后坐，往下沉，让当胯压着你的左腿往下去落脚。比如说你现在起来了，跳起来之后，左脚还没有去干嘛？左脚还没有去螺旋，直接往下沉，左脚的震脚的力就出来了。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在腾空之后的后坐往下去落，让胯提前折叠，折叠以后你形成一个后坐的下沉，再形成一个震脚的下落。这就是在空中提前往下折胯，让屁股先往后往下去坐，坐下来你就形成第一个震脚。那第二个震脚，当胯稍微一带，往里一扣脚，脚是不是就震下来了？连到一块儿，捧，噔噔两响。但是很多同学练的时候就只有噔一响，就是还是右脚的一个往下跺脚的声音，震时间长了膝盖都震坏了。螺旋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的腿上能够更有力更有力，能够主动的产生一种大腿的肌肉运动，保护好你的膝关节。如果说你落地的时候，是不是就只有一响？这是因为啥？腿空了，知道吧？腿空了，这是双震脚的第一个细节特点。第二个就是穿掌越步。当我们蹬腿的这一瞬间，大家想想咱们之前教的左右蹬根，蹬根的过程当中，我们两手相合提右膝，主要讲了哪两个螺旋？第一个中线螺旋，第二个大腿螺旋。中线在做玉女穿梭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的，来看衔接过程。两手顺势下按掌，两手看好，咱不是震完脚之后重心在哪？还在后腿，当胯一沉，领两手向上立圆合腕，手腕顺势一相合，当胯顺势折叠，领右膝，团身提腿团身提腿，把腿提起来之后，身法往里一相合，那么我们是把劲儿蓄到哪？蓄到肚子上，蓄到丹田上了。所以肚子上有劲儿之后，你把右腿拿起来，这个时候以小肚为螺旋基准，合左胯，身法左转，去找这个感觉去找左转的感觉。你看咱先右腿不踢，光把右腿拿起来，向左转腰，单脚也能发力，对不对？所以咱记住一个点，想发力没有非必要去蹬腿，是吧？学会能够把右腿单独拿起来，将意识主要放在咱的小肚上，主动往左转。那你转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右胯在顺势向前向外去走。咱把这个蹬腿的力，在小腿和大腿形成整体之后，走一个逆铲，和你的中线在向左螺旋的时候形成一个动作的相合。你看左转蹬腿不动手，蹬腿的劲儿是不是就出来了？所以记住，现在玉女穿梭做的不像大家想的一起腿往前一踹，
你往前一踹，万一人家是个大胖子呢？你一踹，你自己飞出去了，对吧？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要以螺旋为主，大，身上得转，让这个劲儿形成螺旋劲儿，有一种往里钻透的感觉。你直接正蹬，那就像在拿手推，知道吧？你一推，力量再反过来推着你再往后走。但是如果你旋踝转膝，再以螺旋腰当，那你的腿就像一个钻头一样，以脚跟为力点向里去钻。那这个弄清楚了，咱们连到一块儿，中线向左螺旋，身法左转，左肩向后，右肩向前。那与此同时，你的上半身是不是也是一样？身法一左转，右手向前捧，左手向后顶肘，动作是不是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会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手啊，尤其是后手，我是应该掌心朝下，还是掌心朝上，还是掌心朝外？无所谓的，你只要能发出来这个肘劲儿，你这个手握拳都行啊。咱们主要强调什么？前掌后肘，它要的是掌肘的对拉，而不是两手的对拉，明白了吧？把劲力打透了，你放什么手型，这些都是松就可以了，对吧？只要放松，手型是什么样子都是无大碍的。那么跳完以后，同学们注意看，蹬完腿，跳步。跳步最大的问题在哪？跳不远，蹿不高，出不去，没办法让自己的身法跑很远。答案来了，因为同学们蹬完腿以后，习惯性的怎么样？一蹬腿，不管重心，直接往下栽。那现在你的重心在哪条腿？在前腿上，对吧？那你的后腿还有蹬劲儿没了？没有了，无非就是一个踮脚向前的力。你大部分向上跃起的动作都是以你的一条右腿来让你蹬地前跃。那么我们要学会，不管你是蹬腿发力还是下沉倒换重心，你都要记住，只要一条腿成为了梢节，你任何做完梢节上的动作，你的首要核心的第一思想在根节的下沉上面。也就是说，我们蹬完这个腿以后，收回来，不要着急往前跑，怎么样？蹬完以后，先沉胯，先以支撑腿去做下沉，抖完，坐下来。现在你后腿是干嘛的？折下来弯曲的，重心还在哪条腿？还在后腿上。所以当你再想向前去穿，后腿是不是能蹬上劲儿了？那现在你再去蹬地，重心右移，重心前移，然后蹬着后腿，后腿管你向前的力，前腿管你向上的力。穿没影了，是吧？这小彩蛋能给你穿看不见，所以你缺少的是什么？你缺少的并不是腿上的力量，而是劲力的相合，对吧？当然基础班的话，咱们讲这个就有点超前了。其实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从动作上来讲，你想要感受到能蹿远、能跳高的感受，你必须得借到两个腿的劲儿。你一条腿，你努屁了都出不来劲儿，是吧？所以当我们重心到位了，然后蹿也蹿出去了，重心来到咱的左腿上，大家注意看这个位置，你的左腿向前穿，你的左胯在干什么？往前走，肩与胯什么？相合。所以当你蹬完腿往下一沉，右手是不是还在前？你一蹬左腿，左胯推着你的身法往右转，咱们就不要主动去向右转身了。主动向右转身就会导致什么？很多同学说，老师，我一蹿，我喜欢转，就感觉到一转腰，很飘逸。恰恰相反，你蹬一下你的左腿，直接推着你的胯和你的手直接向前捧，你的身子自然就会形成一个什么？从正向180度的螺旋，这就足够了。你越是螺旋，越容易落地的时候往后歪，因为你螺旋以后，它是一个弧形的一个运动，所以你的脚的两边，你弧到这个方向以后，脚的两边是空的，所以就很容易倒。你就只管让劲儿，蹬腿和肩相合，身法转到180度，在左脚落地的一瞬，还是那句话，重心在哪条腿？只要去把脚变成梢节以后，先干什么？先学会下沉。推完以后别急，先下沉，再转身，连起来。蹬完腿好，来我跳，重心先压到左边，先沉下去。好，蹬地前蹿跳，先沉下来，插步转身。
看到了吧？先沉下来，插步转身。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习惯，那就怎么样？多练，哎，落下来以后，先把下盘沉下来，跳出去以后，看到没有？先沉下来，让左腿卸力，当胯往下落。你这个时候插右脚，方便的很，知道了吧？有很多同学一跳起来，胯一顶撑，咚咚，伤膝不说，还站不稳，明白了吧？那这个时候你看，你一下沉，右脚是不是插得远？那你的重心是不是斜前斜后？哪怕交叉步也是斜前斜后方45度，前后有支撑，左右有支撑。屈膝松胯，以左脚脚跟为轴，右脚脚尖为轴，螺旋转腰，面向于左前方或左斜前方。为什么说既能左前方又能左斜前方呢？因为我们站螺旋跳跃的时候，有的同学插步插得远，只要下沉；哎，有的同学插步插得近，它有个区间，不要过于近，把俩腿加一块，也不要过于远，把两腿直接伸直。哎，象征性的在45度的这个区间内，合适的角度上一沉一转，转过来之后，要么能朝左斜前方，要么能正朝左方。能站稳才是我们在初学的过程当中的第一个方式。主要的核心是什么？下沉螺旋。蹬完腿也是一样，任何的以腿为梢节进行发力，你想要变下式，第一个反应先别往转化方向的这个位置去，先把意识往下沉，往下走，走到你的支撑腿和实腿上啊。咱们人嘛，毕竟不可能在蹬腿发力的时候，除了跳跃动作以外，让你两脚都腾空，是吧？肯定是一虚一实这样子的。那么后面的同学们可能说，老师，那后面的动作转过来之后，这个动作是干啥？讲个小典故。那以前人说运穿梭是干什么呢？就是一圈人包围着咱了。啥叫穿梭？穿梭在人群当中的穿梭。你被一圈人包围了，找到最弱小的一个啊，全都打过，一按一蹬，啪，顺着他的这个方向被踹出来的方向窜出来，形成脱离包围圈的效果啊，而不是说你一个运穿梭逮着一个人哭哭在那猛揍，连追带打了，那不太现实啊，就基本上就是逃都跑，穿梭穿出去，名字起的好听，但其实是就是一圈人围住了，咱得跑啊。那回到咱的这个后边的动作，又是重复的啊，转过来之后，老架一路，当走后弧，重心左移。领右膝，身法右斜前方。好，开步，两手相合。好，左螺旋，当走后弧，摆右掌合左胯，亮掌定势，身法回正。好，小肚立圆，领手折叠螺旋相合，再当走后弧上蓬，再后捋下沉变雕托。好，六风四臂，单边。哎，这些动作全是重复的。咱们上一节课刚讲过六风四臂和单边，所以这一节课当中呢，咱就不再去过多了，给大家浪费时间了。运与穿梭是个复杂的动作，以它的单式多去练练。那一接到单边后边是啥？就是又跟老架一路的这个，套路差不多了，又是小力圆，到这儿好前招后招啊，然后在这儿一打野马分鬃，后边的动作都是和老架一路的这个系统和套路的编排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些小力圆、小螺旋啊，后面咱们会更新这个新架一路的前招后招和野马分鬃啊，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